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我是一位，我是 Gloria。今天我们这期视频的主题是加拿大留学生活须知101之手机篇。在国内老有一个迷思，就是说美国、加拿大的网络手机套餐都非常的便宜实惠，但实际上，如果你真的来到了这边，你就会发现，至少在加拿大，网络运营商的特点就是贵。特别又抠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加拿大网络运营商三巨头，其中最大的运营商之一是 Rogers 公司，罗杰士是加拿大用户覆盖率最大的一个网络运营商，这是唯一一家覆盖了东西两个部分的网络通讯市场的一家公司。接下来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Telus。在我的认知当中 ，Telus 主要运营的是网络这方面，但是呢，它的手机方面的业务也非常的全面，包括它的门店卖手机啊、套餐什么的也越来越多。对，而且据我所知 ，Telus 现在也开始运营一些 home security 房屋安全设施这方面的服务那种智能保安系统。对，智能保安系统。另一个电信巨头的名字叫做贝尔公司，这个也是加拿大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电信运营商。贝尔公司也是 Rogers 公司的一个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些小公司，他们的网络覆盖率相对于这三大巨头来说没有那么的广，但是呢，因为它价格比较便宜，也是一些留学生的选择。其实有一些也在慢慢的崛起，最近几年。在温哥华这边，大家还会常见的是 Fido。Fido 呢，在前几年的时候被 Rogers 收购了，所以现在算是 Rogers 旗下的一个子公司。还有一个，我们经常会在 YouTube 上有看到过这个广告，什么酷豆，对，酷豆的广告打得特别凶，对，电影院什么的也都是酷豆。对，这个是 Telus 旗下的子公司，还有一个叫 Wing， 还有一个也是在加东用的比较多的叫 Virgin， 是 Bell 旗下的一个子公司。所以总的来说，这些小公司要不然被收购的被收购，要不然也都是大公司发展出来的分支。对，所以总的来说还是这三巨头统治着这个加拿大的电信市场。第二点，我们来讲一下加拿大手机套餐的选择。首先呢是合约机，我相信很多人在国内也听说过，说这边有什么0元购机啊，或者是一个 iPhone 手机很便宜的这种情况。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掉进这个陷阱，其实这些钱你还是要还的，只不过它会是一个分期付款的方式。如果你选择了合约机的话，你每个月扣的手机费用有一部分是你分期购买这款手机的费用，还有一部分就是你的手机计划的费用。一般这个合约大概是2年，也就是说在你合约的这段期间，你不可以换公司，也不可以改变你的计划。如果你想要退出这个合约，你就需要把你手机的这个费用全部付清，所以根本不存在让你占便宜这样的情况。合约机就是需要解锁的机子，需要越狱的机子。电信公司会有一个特殊的设置，让你除了他们自己的 SIM 卡之外，你是不可能换到另一个通讯公司去的。自带手机就是你自己买一个全价的手机，你是只购买运营商的服务套餐。这种方式的好处呢，就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那一种，相比于合约机的话更灵活一些。除了签约机或者自带手机这2种，你还有一个选择就是 Prepaid。这种计划比较适合刚来加拿大或者是父母过来玩，办一个短期的这种手机卡。你就可以什么时候用完就没钱了再往里充，等它没有钱的时候它就自己就会停掉，你就不会有任何的负担。但是 Prepaid 相比较另外2种选择来讲，就是会没有那么的方便，而且没有什么稳定性，你可选择的套餐数量也比较少。第3点，我们来给大家对比一下大公司和小公司各有哪些优缺点。像大公司来说，它的优点就是网络的速度快，网络的覆盖率高，通话更加清晰，然后能签约的手机包括你能选的套餐种类都会比小公司多很多。但是大公司的缺点就是普遍都非常的贵。小公司它的优点相比较大公司来说，它会更便宜一些，但是呢，它的网络覆盖率非常低。像住在一些偏远地区啊，或者是住在地下室的话，很可能就是没有信号的。如果你选择住在一些downtown或者繁华的地段，你又想要选择一个便宜一点的套餐的话，小公司可能会是你很好的选择。比如说我原来在多伦多上学的时候，他们的大公司和小公司的覆盖率对我来说一点区别都没有。真的吗？因为我住在downtown，他们的地铁是完全没有信号的，管你大公司还是小公司。
而且大公司其实覆盖率真的没有像你想象中大到哪儿去。因为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国内，如果你出去旅游，你开到什么那种山间小道，还是有信号的，至少看到亲切的中国移动，你会很安心。但是在这边，我们开车一路到那个班夫，这一路上去，基本上全程失联。对的，对的。尤其那个时候，你如果不安车载导航的话，你的手机完全就没有信号，你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儿。对的，我也是。我之前去班夫，就是你觉得走错路了，想重新导航，千万不要点重新导航，要不然你就没有导航了。下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吃过的亏、上过的当、上过的。一个就是，如果你遇到乱收费，其实这些客服都是有权限去帮你 waive 掉这些 extra charge 的。如果你打一个电话，这个客服说对不起，不行，你不要放弃，再打一个电话。就是每个客服他们说的话完全都会不一样的。你打一个客服说一个样，总会遇到好心人的。所以你的账单后来就被 waive 掉了吗？当时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呀，所以你交了是吗？我不知道啊，血和泪的教训啊，满脑子就写的是无知啊，无知啊。好，接下来也来说一下第二点，千万不要选择每个月自动扣款这一个选项。看起来好像是简单了事儿，对吧？你不用每个月想着去付你的账单，可能也不会因为忘记有利息。单纯无知的你又觉得每月的费用是固定的，对，它不是的哟。李恋就遇到过，比如说现在是2月份，他扣了我4月份的钱。那你找着了吗？我没找啊。李恋刚来的时候是从来不会怀疑别人的哟，从来不会怀疑人家会发生这种乱收费的事情。我觉得可能来之前都是觉得法治国家嘛，对，所以都不会多想。我们来的时候都是这样的。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检查过我的账单，但是后来真的发现这边不光是手机、网络，甚至连酒店都会有乱收费的情况。你莫名其妙会多出很多费用，但是你不找他们的话，你就花了冤枉钱。第三点，如果你签了合约机的话，一定要自己留心你的合约到什么时候，因为如果你不注意的话，你的合约到了，如果你不去改你的计划，你下一个月的账单还是会是80。哈，我就白交过2、3个月呢，但是当时也不知道可以申诉哦。说到我第1年来加拿大留学的时候，因为它是这边最大的一个运营商，所以我来的时候只知道这家公司，所以天真弱小又无知的，就匆忙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去签约了一个黑莓手机，签了就3年的合约还是2年的合约吧。那个时候大概10几年，1个月的手机网络，他给我的套餐是200 MB。好少，它的价格是50多加币。哇，你这好坑！本来我那个就已经50块钱200 MB，已经不可思议了，对不对？你无法想象那个时候我这个套餐还不包括 Call Display， 加上 Call Display 每个月要加6块钱，就是我每个电话打过来都是 unknown。这也太惨了。然后我就因为心疼那6块钱，那1年我就没有加这个东西，以至于人家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接着就没有了。voicemail 也要加钱，还有加上给你们的 customer service 打电话也真的是一言难尽，真的一言难尽。打一个 customer service， 只要是不同人接电话，说的全不一样啊，说的不一样也就罢了。因为我回国一段时间，然后我就把我的卡直接就是暂停了，然后我在回来的那一天，我要打电话给就是开通，但是就很奇怪的是，我的手机号码已经停掉了的服务，所以我需要用别的手机来给我的这个号码开通。先是一个人告诉我说不能开通，不禁笑，感觉就很好笑的样子。继续。所以那我该怎么去开通呢？然后那个人告诉我说让我去店里面开通 ，OK 没有问题。我就找了一家门店，好吗？我打电话打了20分钟哦，没有人接，然后转身后面就是一个白号。因为大家刚来加拿大的时候，不管你自己觉不觉得，相信我，你都长得一副天真无知、愚蠢的样子。那些老油条销售们一眼就能看出来。对，这满脸长得就是我刚来，我什么都不懂。不骗你，骗谁呀？就你，就是看视频的你。所以真的是血和泪的教训，告诉大家，先买一个 prepaid 的电话卡，你先过1、2个月熟悉一下这样的情况，你再去选择最适合你的，不管是签约机或者是不签约的机子，不会像我这样去的时候。虽然一个小小的黑莓手机吃0元，但是我每个月只有200 MB 的网，然后每个月要交50多加税的钱，然后随随便便超过了一点流量的 limit 就能加10几、20、30几块钱，好可怕呀！它特别黑，是亲身用户体验告诉我好。
我觉得刚才 Gloria 提到的这点非常重要，因为不确定你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但是每年像这些大公司会在一些特定的节日推出一些非常划算的套餐，比如说这些特殊的节日包括开学季呀，它会有专门提供给学生的 student plan。还有像新年计划啊、圣诞计划，不同的大小的节日，对，都会出一些打折。对，所以如果你刚来的时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段的话，建议你们先买一张 prepaid 的卡，顺便仔细的了解一下这家公司，多跟这些公司聊一聊啊什么的。就是千万不要冲动的选择任何的签约级、合约级，不要贪图一点点的小便宜，把自己的3年、2年的时光就搭了进去。冷静。这就是我们这期所有关于手机的视频内容啦。如果你们还有其他问题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们，一定要把你所有的问题都问清楚，千万不要像我们一样再交很多智商税了。真的是太心痛了。那些钱干点什么不好？就因为长着一张单纯无知的脸，太心痛了，太扎心了。如果喜欢我们视频和频道的话，欢迎给我们点赞、订阅、分享、比心，拜拜。